你是否曾经面对一个未知的旅程，心中充满期待，却也带着不安呢？想象一下，你即将离开熟悉的环境，走向神所应许的未来，但前方的道路却未曾踏足。这正是以色列人在民数记10章11到36节中所经历的情境。当他们离开西乃山，正式踏上前往应许之地的旅程。云柱与火柱继续引领他们的脚步，提醒他们神的同在。然而，即使有神的带领，他们仍需要做出选择，是凭信心前行，还是因未知而畏缩不前呢？摩西邀请了他的岳父何巴同行，希望对方能成为旅途中的向导。虽然何巴一开始拒绝，最终还是同行了。摩西在这个关键时刻对神发出了充满信心的宣告：耶和华啊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民数记10章35节。这句话不仅是战那的号角，更是信仰的宣言。当我们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未来时，我们是否也能像摩西一样，坚定地倚靠神，让他成为我们的保护者与引导者呢？终于要出发了！志正兴奋地对同学们大喊。志正和他的高中死党们期待这5天4夜的毕业旅行已经很久了。他们规划好行程，订好了民宿，还特地研究了当地的特色美食和景点。这趟旅行一定会超级顺利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志正自信满满地说。所有人都点头，觉得一切安排得完美无缺。他们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发一样，满怀信心地踏上旅程。但他们很快发现，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。第一天，他们抵达目的地，一切顺利。可是到了第2天，麻烦开始了。他们原本计划要去一个美丽的海滩，结果导航带他们走到了一条狭窄、布满石子的乡间小路。这条路真的对吗？淑芳担心地问。导航不会错的。志正坚持继续开车，结果他们越开越远，最后竟然卡在一个死路里，还差点陷进烂泥坑里。当他们终于找到正确的路回去，准备开开心心地回到民宿休息时，民宿老板却对他们说：不好意思哦，你们的房间因为水管爆裂，今天不能住了。什么？所有人傻眼。不过你们可以试试看住附近的旅馆。老板指了一间价格昂贵的饭店。这个价格比我们预算高太多了吧？志正苦恼地看着同学们。一开始大家都充满期待，但经历了1天的折腾后，气氛开始变得低迷。都是志正的导航害的，嘉豪抱怨。我也没办法啊，导航出错，
怎么能怪我？智正回嘴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要住贵的饭店，还是挤在一间便宜的房间？淑芳烦躁地说，我看干脆取消行程，提早回家好了。嘉豪闷闷不乐地提议。眼看大家的情绪越来越低落，智正突然想到，他们出发前，嘉豪的爸爸曾经叮嘱他们，旅行不只是玩乐，更是学习如何面对变数，团队合作才能让旅程圆满。大家先冷静一下。智正深呼吸后开口说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互相指责，而是找到解决方法。我们本该就预料到旅程可能会有突发状况，就像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们的旅途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但神一直带领着他们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，淑芳歪着头，团结起来，一起想办法。大家沉默了一会，然后点点头。好吧，我们先找个便宜又干净的地方，再调整明天的行程。嘉豪提议。我同意。淑芳举手。最后他们找到了另一间平价旅馆，虽然不是原本计划的民宿，但气氛重新变得欢乐起来。他们学会了在困难中彼此扶持，调整心态，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。当旅程结束，大家坐在车上回家的时候，智正笑着说，这趟旅行真的和我们预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嘉豪哈哈大笑，对啊，但也学到好多东西啊。旅程的意义不只是到达目的地，而是在过程中学习如何同行，如何信任，也如何克服挑战。人生的旅程就像以色列人启程往应许之地，充满未知与挑战。神是旅程中的带领者，但我们愿意信靠他吗？以色列人虽然有云柱、火柱引导，但还是需要信心踏上旅程。团队同行比单打独斗更重要。摩西邀请何巴同行，因为知道在旅程中伙伴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。我们人生的旅途也需要家人、朋友、属灵伙伴的同行。真正的信心不是相信旅程不会出错，而是相信神在错误中仍然掌权。摩西祷告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兴起。这意味着即使前方未知，神仍然掌权，带领我们前行。